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哎，别忙着赚钱了，各位，马上要变天了，出大事了！这一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！我昨天晚上连夜发了好几个小视频，都是关于中国这边爆发了大型的全国性的游行示威的现场画面。那面具人我也很惊讶啊，看到这些现场画面。哎呀，直接震撼的我就是想不到中国的颜色革命就这样突如其来的爆发了。目前全国各地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抗争、游行、示威、贴标语啊，弄了各种各样的，比如点蜡烛呀、献花呀，甚至还有直接喊反共的各种活动。你像上海、武汉、重庆、湖南、北京、广州、西安、河南、山西、甘肃、南京，全国各地，尤其是全国的大学生、高校啊，一起行动，颇有当年的5·4、6·4的劲头。那为了证明面具人我所言非虚啊，先来给大家看这个视频。你们看这个视频啊，是摘录的各地抗争的一些目录。当然了，面具人我还有一些具体的抗争画面，这些人说了什么样的口号，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诉求。那这个等一下在节目的后半段再给你们放。今天咱们的节目全是瓜，你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目录啊，就能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。全国各地省市的大学、高校，甚至各个地方的站台啊、火车站之类的，都开始闹了。好，大家来看，等一下啊！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啊，否则呢，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、政治风险预警，那挺可惜的，是吧？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。然后呢，我会在今天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，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，在留言区回复，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。我就从中抽取1名，赠送你们真金白银的 NFT 啊，都是可以卖钱的。好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目录。各位看到了吧？全国各地现在都在抗争，他们的诉求各不一样。这个事件的导火索呢也有很多，比如疫情管控层层加码，变态式的风控，把人家门拿电焊焊死，拿铁丝网拴死，甚至呢还要装那种电子报警器。这种变态式的风控，完全不科学的暴政，导致了很多惨剧。就比如最近的乌鲁木齐社区大火。这一把大火呀，烧死了几十户人，把几十个人啊，活活的被烧焦、被熏死、被呛死、被烫死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些人根本是不用被死掉的了啊！他们为什么会死？都是因为风控把人家的门给焊死了，小区用铁丝网、铁栅栏、铁门把人家层层挡住啊！这些人被火烧着，他们就算想跑也跑不出来。本来你说这个小区楼层也不是很高，如果说着火了，大家跑楼梯也都跑下来了，对吧？可是呢，门被焊死了，楼道被焊死了，甚至楼下的街道也被装着铁丝网、铁栅栏，灭火车想进来也进不来啊！灭火车想进来，还得先拿电锯、切割机把这些铁丝网、铁栅栏一个个切开啊！光是拆铁丝网、铁门、铁栅栏就拆了2、3个小时。我的妈呀！你有2、3个小时的时间，那大火早就把人全部烧成灰了，或者是给熏死了。从几楼啊？从4、5楼一直烧到了20几楼啊！那些人活活的就跟那个烤箱里面的烧鸡一样啊！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根本就跑不掉。这真的是你想一下，换位思考，将心比心。如果你在那个环境，你心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感受？你的生理上会体验到多么的灼热的痛苦？之前呢，还有贵州大巴车，人家2半夜在家里面睡得好好的，你要把人家拉去隔离，一车人强行拉走，然后呢，一车人27个人都翻车给死了啊！本来好好的，你说你非要把人家拉去送死
啊，前有地狱巴士，现在呢又有新疆民房焊死，直接变成烤箱，烤死了几十个人啊！让那些人在烈焰痛苦中、哀嚎中惨死，看着自己的胳膊腿被烧掉，看着自己的亲戚，看着自己的甚至父母和小孩子，太惨了，真的，你不敢想象。四是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，对居住建筑中通往楼顶的第二安全出口位置不熟悉，火灾发生时未进行有效的扑救，及时的逃生自救。出现了这些惨剧之后，然后呢，你们看啊，天天让我们崇拜歌颂的伟大领袖，让我们跪拜的学习的习近平，他在干什么呢？中国人被他整死了，他屌都不屌的。哎，你们看郑州发大水，他跑到西藏高地去；贵州翻车了以后，他直接免除了非洲的债务。乌鲁木齐被他烧死了这么多人，他不关心，反而所罗门地震，他第一时间表达慰问。哎，搞了这种恶心的事情啊！咱们中国人在乌鲁木齐啊，跟这些中东呀、新疆呀有点瓜葛的地方啊，被烤死了，被烧死了。习近平无所谓，管你球鸡巴的都不管你。哎，可是呢，土耳其政府都看不下去了啊！土耳其政府发国际电报，敦促习近平还原乌鲁木齐惨剧的真相，并为在火灾中遇难的同胞默哀。你看啊，这外国人关心你国内的人的死活，那习近平还只关心给国外大撒币，免除别人的债务啊！你们死了活了无所谓。啊，你们都得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，风控着，然后把你们的门焊死，然后你们吃80块钱1斤的红萝卜啊，吃100多块钱就那几包菜啊。习近平这几年啊，对外大撒币，对内极度压榨，把中国人几十年的发展资金、发展的产业都用来满足他个人的中饱私囊、宏图霸业。动态清零3年时间，多少老板店铺关门倒闭破产，多少人看不到病不接诊啊，生不了娃一尸两命，多少人因为生意、因为房贷、因为被信用卡债务各种各样逼得自己上不了班又赚不到钱，只能被活活的欠债而活不下去跳楼了。中国人当年嘲笑香港人、新疆人、西藏人反抗，可是暴政到了自己头上，那是个人也有受不了的时候，他也不得不反呀。所以当面具人我看到现在全国各地啊，到处都有人挺身而出，站出来反抗。看到这些画面啊，我挺激动的，我甚至还有点我遗憾了，我现在在国外，我没有机会能参与这种活动。真的，这些画面特别令人兴奋，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啊。我发现了，看到这个画面就会让人觉得这个民族还是有救的，并不是说你共产党拉一派打一派，用谎言、用欺骗、分化维稳能稳得住的。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些部分的全国抗争视频啊，之后我会陆续在我的小视频频道继续发给大家看的啊。我这里先给你们摘录一些不是那么刺激的啊，因为太刺激、太暴力的在这儿放不出来，有些呢我只能放在我的讨论群里面。你们看这些视频啊，最后2个是最猛的，大家仔细看好了。暴力！
法治，表达自由，民主法治，表达自由，表达自由，民主法治，民主法治，表达自由，表达自由，民主法治，民主法治，表达自由，表达自由。为了让国家不平等不团结，我想说，只有真正的爱国，因为我真正的爱国，我才会说这些话。你摘下头我们就赢了。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的民主，每一个人没有谁看不起谁。小心便衣！不是因为那个老板他叫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便衣是汉奸。不是他叫我张嘴，我就张嘴。加油！好！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抹黑就不敢发声，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。我作为清华的学生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我会因为我是清华的学生。给你抽放。穿多马，我操你妈了个逼！我操！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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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共产党！共产党！共产党！习近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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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奉权制！奉权制！牛逼！解放乌鲁木齐！解放乌鲁木齐！解放新疆！解放新疆！解放新疆！解放全中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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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，你们看到了吧？这些抗争当中，居然已经有人啊，我看现场至少有1、2千人啊，喊出了"共产党下台，习近平下台"的口号了。不要独裁，要民主，要人权，要自由。那面具人我就发现啊，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了，因为这种口号一旦喊出来，可就不只是解封，或者是给2口饭吃，给点蔬菜就能那么容易解决的了啊！要自由，要民主，要习近平下台的这个战略高度是饭菜解决不了的。好，我们看热闹的视频就先放到这里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应该仔细的思索一下这些全国性的大游行的背后的真正成因，以及
咱们皇上习近平现在面临的难题。结合这2点，我们就不难判断出来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也让我们能提前做好准备，以防万一。首先，这样的事情的发生，全国统一时间一起爆发大规模的游行，这肯定是有组织预谋的，背后没有组织动员，你是不可能搞这么大的。不信你去试一试，你在街上喊2嗓子，如果没人响应你，背后没有动员力啊，你就算喊死，你2下你就被警察带走了，没人响应你啊，也不可能说是全国各地呀，各个省市、各个高校一起行动，甚至呢，抖音、微博在凌晨都不限流了啊！你们发这些反动视频，发这些造反的视频，发就发，我现在不封号啊，我让你们发够、传播够了，哎，最后再做样子，再封号。其实搞这些大规模的群聚游行啊，散户们自己是团结不起来这么大规模的全国串联的。否则呢，哎，疫情封控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些人能反该反早就反了，问题是没人组织动员呀，啊，这些声音发不出去呀，全国串联不起来呀，形成不了大范围的力量呀，没人分担风险呀，对不对？其实习近平有一个大败笔啊，也是直接导致了现在这么一个分裂动荡的局势出现的一个祸根。对他来说是祸根啊，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是希望。那就是习近平在20大把胡锦涛他的大恩人呀，以羞辱的方式、强行拖拽的方式给架离出了会场。他这么样一做啊，就已经失去文武百官的民心了、关心了。你想嘛，习近平他连一手提拔他自己的，把裸退的权利，把所有的天下江山最高权力交给他习近平的这种大恩人，他都能坑，都能用这么一种羞辱的方式，甚至连人家儿子也搞得是鸡犬不宁啊，把他的手下、把他的旧部全部抓起来啊，最后呢，连胡锦涛他自己的恩人啊，胡锦涛是习近平的恩人，把胡锦涛都没有放过啊！你习近平对待自己的恩人都能这么做，那你让那些下面当小弟的人能不心寒吗？谁还敢给你卖命呢？对不对？你连自己的恩人都卖，那我们这些当小弟的在你眼里是不是连屎都不如啊？况且习近平还要搞数字人民币、金税4期，用这些玩意儿来剥夺地方的财政权。然后呢，习近平还见谁咬谁，这些地方官员权贵他们的家财，包括他们自己的命啊，说白了，在习近平这个疯狗见谁咬谁的状态下啊，迟早也会被习近平这种阴狠的小人把他们一个个玩死，一个个咬死，把他们的命、把他们的家财、把他们的家族全部干掉啊！因为10年来整死了几十万的当官的，整死了几十万的老百姓，可怕不可怕？迟早自己是下一个，他们当然要想办法呀，对不对？啊，连胡锦涛、连先帝啊，连你的大恩人都成了下一个，那我们这些小兵小将、地方官员啊，那不更要成下一个了？从习近平的种种作为来看啊，这个人是完全没有人类的基本道德和哪怕就是做个坏人啊，你混黑社会都得有一点点的底线江湖道义的，他是完全没有的啊。习近平这个人啊，很奇怪，奇怪在哪儿啊？那就是习近平你对他不好，他整你啊，没话说，你对他不好嘛，可你对他好，他还要整你，明白了没？所以呢，习近平把胡锦涛彻底斗翻、干恶心、干臭了，这么一个举动啊，包括他要搞金税4期，搞数字人民币，把地方的财政全部统一到他自己一个人的手里啊，你这就是要逼得底下人不得不反你了。现在你们看，全国各地都在串联，背后没有力量，你觉得能串联起来吗？对不对？这一次的公开的全民大游行，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反习派的最后一搏了，也是明牌死斗了啊！与其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一个人一个人都被你习近平给整死、给斗死，
那我不如现在豁出去了，站在人民的一方，对吧？伸张正义。面具人，我想说啊，如果真有人扯旗子讨伐习近平，那习近平可能连南北割据的资本都没有的。因为习近平暴政10年，风控3年，已经完全失了民心，失了江山。他斗死了多少企业家，斗跑了多少资本家啊！把这些工厂、还有外企，甚至本土企业，这些知识分子、有钱的人都逼得死的死，出国的出国，破产的破产。尤其是这疫情3年的风控，他很明显就是要把这些普通的商店啊、小商家、小厂家全部给你封死，封到你崩溃，然后习近平他自己来接手，他自己搞国营厂、搞公私合营、搞供销社、搞大食堂、人民食堂、社区食堂啊，就他妈的中国所有的生意都让你习近平一个人做了，别人就是给你打工，别人就是给你用数字人民币啊，用粮票，是不是？习近平失了公理了，失了人性了，失了江湖道义了。如果有人站在人民的这一边，要恢复人民的经济权利，恢复人民的自由权利，清算习近平，那习近平能靠的也就只有他的蔡奇、李强和他手底下的军队了，而且军队也未必全效忠他。有人会说啊，这一次全国性的大闹事儿会和6·4一样以失败收场。不，面具人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习近平他跟邓小平不一样，没法比啊。习近平只是比邓小平更烂更坏，人家邓小平有开枪的资本，邓小平就凭借着结束文革，给老百姓松绑，搞改革开放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，让很多人都能做生意了，赚到钱了。党内和民间，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，大部分人都受益了。啊，就算没受益，或者是没有受益太多的人，也因为改革开放而找到了更好的工作，有自己的一部分私有财产了。所以呢，人家邓小平的基本盘稳固，人家没有失民心。你6·4只是一部分学生闹事儿，并不是说邓小平把你全中国人都封在家里面，不让你出来上班，不让你做生意了，把你的店、把你的生意、把你的厂子搞破产了，是不是？把你妈逼的在家里面封控，看不了病啊，把你老婆逼的最后啊生娃不给你接诊，然后1尸2命啊，把老百姓逼的1个楼的人全部烧死了，出不来啊。邓小平没做这些事儿吧？但是这些烂事儿、脏事儿、坏事儿都让习近平做绝了。邓小平也没说动不动给你这个国家几十个亿，给你那个国家几百个亿啊，也没有说把党内的各种各样的高低官员斗死个几十万，把老百姓逼死、逼跳楼、逼破产个几十万、几百万啊。邓小平没有吧？哎，习近平有啊，对吧？啊，那你觉得习近平他何德何能，能敢像邓小平那样有底气的去镇压一部分人啊？你现在习近平，你敢发狠，你敢肃反，你敢镇压，你就镇一个试试啊！你只要敢动刀子，敢动枪啊，那自然会有人扯旗子，也敢跟你动刀子动枪，明白了没？你看习近平做的啥事儿啊？把整个中国除了习家军之外，蔡奇、李强他那些狗腿子之外啊，他就连自己的恩人胡锦涛，还有所有的党内官员全给坑了啊！甚至你说习近平有军队当兵的听他的话，那我就想说了，那些当兵的父母们也被隔离封控了呀！啊，那些当兵的兄弟姐妹们，没当兵的亲戚朋友们，也在家里面现在要死不活的啊，生意没有了，事情做不了了出门出不了，啥也干不成，封了3年了啊！你觉得这些当兵的会像效忠邓小平那样一定效忠你习近平吗？而且习近平的狗粮不多了呀，他到处大撒币，到处给他自己家里面亲戚敛财，对吧？他弟在澳洲，他老婆你看用的都是贵重的东西啊，动不动还去撒几百个亿、几千个亿，国库早就被他掏空了呀。所以习近平要搞数字人民币、金税4期等等等等啊。习近平不是说了吗？
凡是嘛，2个凡是，你们看现在网上有出来2个新的凡是，凡是习近平搞的事一定是烂事儿，凡是习近平搞的生意一定是亏钱的啊！你们看这个图嘛，就这么一个烂人，你还哪来的脸天天在霸？就这么一个烂人，你还哪来的脸天天霸占人家的手机，让人家歌颂你、崇拜你、夸奖你、学习你，是不是啊？习近平把国库早就掏空了，所以呢，他要搞数字人民币，搞金税4期。但是呢，你说搞数字人民币、搞金税4期，这些东西啊，搞下去，受伤最重的恰恰是地方官员和部队高官，因为底层老百姓本身现在都被你整得躺平了，死得差不多了，没钱赚了，自己的财产也基本上都死亡了。可是呢，这些地方当官的人、权贵们，他们积累了很多资产呀，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年来，他们自己的裙带关系，这些人是有产阶级呀，他们有权、有钱也有产。那你说你要搞数字人民币，要搞金税4期，直接没收他们的财产，管控他们的资产啊？你觉得他们愿意吗？受伤最重的就是他们这些地方权贵官员啊。那么这也就意味着，这些当官的现在不反，留着以后也是慢慢被习近平玩死，对不对啊？习近平现在还有一个大难题，那就是你习近平现在许诺给部队再大的好处，让部队帮你平叛肃反，镇压这些游行，是吧？可是问题在于，这些部队的官员他们也不傻，你想想看嘛，啊，这几年你习近平做的事儿，大家都是历历在目的。你习近平抓了、整死了几10万的官员，大小官员，不管是曾经忠心于你的，还是已经忠心过你的，还是从来没有忠心过你的啊，不管是自己人、对面的人，全部都被你抄家了、抓起来了，甚至是整死了啊！你连你的恩人都整，对不对啊？你习近平合着就是他妈的没事整这些当官的人玩呢啊，动不动说你反腐呢，那你反腐反了几10万的官员了，反出来了几千亿、几万亿了，钱呢？啊，钱有分到老百姓身上了吗？有增加了这些不腐败的官员的待遇了吗？啊，你让这些部队上的将领能想通这个道理吗？啊，我们帮你习近平打江山、打人民，然后呢，帮你渡过难关了以后。哎，你就会接下来就像对我们跟对胡锦涛是一样的啊，秋后算账啊，我们也好歹算是曾经有恩于你的，然后我最后也要被嫁出会场，我的家族整体被灭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你再搞金税4期，搞数字人民币，把我们都割了，把所有的财产、产业、店铺、工厂，所有的经营权全部集中到你手里，把我们在最后秋后算账了啊？这是你习近平惯用的套路呀！你们觉得习近平他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引咎辞职、下台、交出权力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习近平他是不可能服软的，他如果服软了，他自己会被千刀万剐的，这一点他自己心里面比谁都明白啊。所以呢，依照咱们皇上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的拗脾气，很有可能会殊死一搏，开启大肃反运动的。他会给军警系统许诺他能许诺的最极限、最大的好处。那么因势利导嘛，只要习近平能许诺的好处有足够大，虽然说大部分人会不信他，但是呢，军警系统内部当然也有人会为诱惑而动容的。所以咱们皇上还是有牌可以打的啊。那就是最大利益、最大程度的让出自己的最大利益啊。不过这一战一旦开启啊，大肃反运动一旦开始，我认为咱们皇上会非常的劣势啊，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官心，失去了民心了啊，天下江山已经不信他了，所以他只能强夺江山。那么咱们皇上这一次的龙椅能不能保得住，就要看皇上准备杀多少了。各位听明白了没？皇上的龙椅能不能保得住，咱们大习的江山能否守得住，
就要看咱们圣上准备杀多少了，就要看咱们圣上下手能有多狠了。那面具人，我专门针对这个事件啊，建立了一个讨论群组，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啊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接下来的局势。关于财经的部分，我今天就不讲了。民族变革此等大事儿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家可以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因为我下一期会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一集内容，那就是中国人在这种变局之下面临的几种选择，以及这几种选择的利与弊。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祝你好运，再见。2022-1204